薪2000的实习律师意外觉醒了最强律师系统，秀翻整个法律圈。福福，我们分手吧。为什么？你1个月2000多块的工资，没车没房，接我上下班还要骑电瓶车，我丢不起这个脸。我想买个爱马仕，你都买不起，窝囊废。你说什么？我说错了吗？我陪陈楚艺1晚，他就给了我50万。陈楚艺比他都大了快30岁了，居然还……丁，触发任务，用法律知识打脸出轨女朋友，完成任务奖励华夏币50元，法律理论能力加10，法律逻辑能力加10。陈楚艺比你赚的还多，比你出手大方，给他做情人都比跟你一辈子好。我刚才什么声音？难道我出幻觉了？丁，触发任务，用法律知识打脸出轨女朋友，完成任务奖励华夏币50元，法律理论能力加10，法律逻辑能力加10。是否接受任务？你到底接不接受？搞快点！我没幻听，居然真的是系统，这系统好挺暴躁的。接受。姓名：福福，职业：律师，等级3级，律师学徒。新手奖励武学秘籍，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武力值，改良自身条件。这难道是我的属性？我真的觉醒系统了？算了，先打脸完出轨的女朋友再说。分手就分手，反正你那50万的支票又没有法律效应，取不出钱，和一张废纸没区别。不可能，你骗我，你就是妒忌，你肯定是被戴了绿帽子，觉得心里憋屈。上面只有指印，没有任何签名或盖章，在银行根本取不出钱。一张废纸你没学过票据法吗？我不信。于是他立刻给在银行工作的姐妹打去。老公，我错了。丁，打脸出轨女朋友任务完成，奖励华夏币50元，法律理论能力加10，法律逻辑能力加10。哼！回去的路上，我看到每个人脑袋都浮动着不同的符号。打勾很普通，应该是能查看人物信息，而问号应该是能触发任务。顾平文律师好像需要你的帮助，过去和他聊一聊，获取详细任务吧。师傅，怎么了？我有2个客户法律咨询时间撞了，你帮我在1楼接待客户，叫张梅然，他有什么事情咨询的话，你能解决就帮他处理一下。我2楼还有事。好的。等了一会，一个穿着裙子的女人走进来。张小姐，你好，我叫福福，是顾平文律师的徒弟，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我老公出轨了，现在和小三在绿岛酒店1205房间，我直接闯进去拍照录像，是不是违法啊？丁，触发任务，张梅然老公出轨了，请求你以合法方式帮他维权，完成任务奖励华夏币100元，证据收集能力加30，法律理论能力加10，张梅然好感度加5。对，直接闯进屋拍照，侵犯他人隐私权是违法的。这种方式取得的证据也没有法律效力。我要跟那个渣男离婚，让小三名声扫地。那个小三都嚣张到跟我打电话要我扬威了，难道法律就制裁不了他，还要保护他？当然不是，你现在打110，就说举报房间内有人涉嫌嫖娼。可是就算那对狗男女被带走，进了警局，他们也能解释得清楚啊。福福律师，你好歹是学法律的，诬陷别人不合适吧？这么年轻，一看就是新来的律师，真是没有法律素质，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居然还要我诬陷他人，这种人也配做律师？福福律师，我觉得我们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怂恿我去诬陷别人，您配做律师吗？不是诬陷，你举报，他们就会被带去警局，警察做笔录时，他们为了否认，就会承认彼此是情人关系。那又怎样？情人关系只是道德问题，警察又不管。是不管，可是有了警局的笔录，你拿着结婚证去警局复印一份，证明你老公出轨的证据不就有了吗？而且，张小姐，我以一名律师的身份向你保证，这么做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福福律师，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没想到法律还可以这么用，对不起，福福律师，是我误会你了，我向你道歉。没事，你赶紧打电话报警吧，别耽误了时间。张梅然立刻打电话报警，挂断电话后，福福律师，你这个法子挺独特刁钻啊！以前我咨询了很多律师，收了我的咨询费，半天都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加个绿泡泡吧，给你转了咨询费，收一下。我扫了一眼，惊呆了整整5000华夏币。张小姐，我一共和你聊了不到3分钟，这钱我受之有愧，不能收。如果您一定要给，您就和我师傅谈吧。张梅然劝了我好几次，但是我都坚决的拒绝了，他也只能作罢。丁，
以合法手段帮助张梅然维权的任务完成，奖励华夏币100元，证据收集能力加30，法律理论能力加10，张梅然好感度加5。短短几分钟，150块就进账了。看来中午的午饭可以在麻辣烫里多加点午餐肉和墨鱼丸了。法律理论能力达到等级4的上限1200，奖励一个青铜宝箱，是否开启？开。宝箱开启，奖励法律检索系统，作用：使用后能把所有法律条文都倒背如流，是否使用？我去，这是什么神器？顾平文原本还担心我年轻气盛，办事草率，于是赶紧处理好手头上的事，匆匆赶来。听到我和张梅然的话，人都傻了。福福的思维角度这么独特，说不定那个困扰我多年的案子他能解决。顾平文好感度加5。师傅，于是我就把张梅然的事情简单和他说了。福福，下次要是再有法律咨询，客户给你咨询费，你就收着。我们付出了劳动，收钱是应该的。师傅，他是您的客户，我不会越俎代庖。顾平文眼底的笑意多了几分，知进退懂分寸的下属谁不喜欢？这时楼上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老师，楼上没什么事吧？走吧，跟我过去，一会就知道了。觉醒了最强律师系统，不料却有人来砸场子。你们律所专业能力这么差，连我孙子都不如，来骗钱的吧？退钱，把我以前付的律师费都退给我，要不然就砸了你们的招牌，让你们律所从律师圈滚蛋。这难道是来砸场子的？我孙子都能把民法典倒背如流了，你们所的律师连民法都不会背，还打什么官司？两个小助理被骂的都快哭出来了。顾律师，福福哥，齐老先生，律师能打赢官司，不需要背熟民法典。您的孙子能背熟民法典，也未必能打赢官司。丁，触发任务，帮助顾平文安抚来闹事的客户，奖励华夏币100元，法律检索能力加50，触发顾平文隐藏事件。隐藏事件？还有这种好事？师傅，您去忙，这里就交给我吧。行，那你跟齐老先生好好说说。不许走，找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就想打发我。齐老先生，谁跟你说我们律所的律师背不出民法典？你别瞎逞强，虽然齐老先生的孙子才8岁，可那孩子是去年最强大脑的总冠军，随便一本书他看个几个小时就能倒背如流。今天上午那个孩子背了几百条法律条文，一字不差，把咱们律所985、211的博士都虐得找不着北。师傅，那我就让他们找不着北，您等着给我加薪吧。齐老先生可是我们的老客户，要是他被你气走了，我就炒你鱿鱼。小朋友，来比一场怎么样？比什么？比记忆力。好，哈哈哈，就凭你，我孙子可是最强大脑的冠军。福福，你闭嘴！我以前的德行，顾平文可是了解的很，在大学挂科次数太多，差点就拿不到毕业证了。这种学渣和最强大脑比记忆力，这不是找死吗？就凭我，如果我输了齐老先生在律所所购买的法律服务2000万，我自掏腰包1分不差的还给你。福福，你疯了？你确定年纪轻轻就付这2000万？你可别跪下求我。那要是您孙子输了呢？不可能，如果小豆丁输给你，我就聘你到我们公司当法律顾问。好，一言为定。启动法律检索系统。正在启动法律检索系统，1%、5%、49%、98%、100%。一时间，我感觉我的大脑传来一阵剧痛，数以万计的文字疯狂涌入我的大脑。法律检索系统启用成功，作用：使用后能够把所有法律条文倒背如流，一字不差。怎么比？民事诉讼法，默写，用电脑键盘敲字，限时3小时，比精确度，可以吗？好。于是，我和豆丁在电脑前噼里啪啦敲起来。呵呵，愚蠢的大人。年轻人愿赌服输。我和豆丁同时停下，不少的同事都围了过来。怎么样，顾律师，他是不是输给我孙子了？齐老先生，你的孙子输了。这不可能，你自己过来看。齐老先生赶紧过去一看，我默写出了2007、2012、2017、2021年的民事诉讼法4次修改的对比表格，还做了不同颜色的批注，甚至连每个法律条文相关司法解释、最高院的指导性案例全列举了出来。给，这是我的名片。福福，你深藏不露，可以啊。福福哥，你怎么做到的？太厉害了！
福福哥，教教我吧，我法考连考了4年都过不去，今年考前让我拜拜你，蹭蹭你的欧气。去，干你们的活计，好好干。年底律所要增资，可能要多几个合伙人律师，你懂我的意思。明白，老师您放心，我就抱着您的大腿，耐着不走了。任务完成，成功帮助顾平文安抚前来闹事的客户，奖励华夏币100元，法律检索能力加50，触发顾平文隐藏事件。顾平文隐藏事件将于晚饭时间触发。晚饭？现在已经是6点了。老师，到饭点了，一起吗？走吧。这是发财了。最近做兼职赚了一点小钱，有个赚钱的活，你想不想干？有个出版社在征稿，就是那种司法考试的教材，我跟出版社的编辑推荐了你，因为你是新人，如果过稿，一本书的版权费是8万左右。师傅，谢谢你，我一定好好干。好好干，要是书卖得好，还有机会跟司法考试培训机构签约，去直播授课，课时费也不便宜。吃完饭后，我就去结了账。丁，顾平文隐藏事件达成，顾平文好感度加10，总好感度30，好感度满30可以查看对方的详细信息是否查看。居然还有这种功能，查看。姓名顾平文，职业律师，等级16，高级律师，金钱921万华夏币。这金钱，这等级，羡慕了。服。师傅，什么事？我晚上要见一个重要客户，刚约了时间，晚上8点我有一场普法直播，时间来不及了，你替我去吧。啊，好的。怎么换人了？这么年轻就来普法，大学毕业了吗？不会是来骗钱的吧？算了，反正那些法律条文枯燥的很，谁爱看谁看吧。要不是我们学校第2课堂有学分要求，我才不稀罕听。老师，你什么时候能讲完？我挂机了，你讲完我再回来。今天讲的是刑法，按照师傅的讲义念就可以了。丁，触发任务使普法直播间粉丝量突破2000，奖励华夏币500元，法律逻辑能力加200，法律理论能力加50，顾平文好感度加10，可能有隐藏奖励掉落。我看了一眼直播间人数，陷入了沉默。这直播间粉丝才有15人啊！我觉醒的最强律师系统，第一次直播粉丝人数暴涨。各位粉丝朋友们，我叫福福。今天我师傅临时有事来不了，由我来代替他直播。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有一天，张三在同学聚会上喝了很多酒，所以让他的女朋友开车回家。路上女朋友车技不行，把前边一辆车给刮蹭了。交警过来让挪车，女朋友挪了半天，都挪不到正确的位置上。张三着急之下，自己坐上驾驶座去挪车，啪，把停在路边的警车给撞了。然后呢，老师，然后怎么样了？我叫到全小区的音控灯都为我照亮，楼下电动车纷纷报警，方圆10里的公鸡都开始打鸣。这老师今天怎么不念法条了？我失眠3天3夜没睡，就等着来直播间睡觉呢。最后，你们猜张三被定了什么罪？要怎么判？交通肇事，不对吧？这个应该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好像。学法律好像还挺有意思的哦，我把链接扔到我们班级群里了。才这点人数离2000，还差得太多。张三最后被定了危险驾驶罪。那我要是当着警察的面喝酒，警察怎么知道我驾车之前是不是喝酒了？好办法，酒驾被查的时候，见到警察现场喝一瓶白酒，跟警察说对不起，我没酒驾，看到您太紧张了，才想喝瓶酒压压惊。可是这能规避法律吗？当然不能。按照司法解释最新的规定，如果张三在被查酒驾的时候现场喝酒，其饮酒后的血液酒精含量达标的，也应该认定为醉酒。这个知识点以前我背过几百遍都记不住，但这次我相信我死都不会忘了。谢谢老师的普法，以后我一定要考进法学院。直播间实时粉丝量不断增长，从300到500，再从500到1000。所以酒驾被查的时候，不要当着警察的面喝酒，倒不如弃车而逃，看到警察就跑，车不要了。第二天再看到警察的时候，要满腔热血、满怀正义的走上去，问警察同志，昨天那个小偷抓到了吗？我可是热心市民，看到小偷就下车冲过去追了，车都不要了。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酒驾醉驾呢？小问号，你是否有很多小朋友？
犯罪警告，传授犯罪方法罪。楼上我给你5毛钱，我命令你把那条弹幕删了，让我发。直播间的屏幕突然被一个接一个的城堡霸凌。张梅然打赏主播城堡20，一个城堡要1000块吧？回头就去学法，开个直播间普法。楼上听没听说过，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劝人学法千刀万剐呀？那你们知道学医的人转行来学法律有多可怕吗？我大3到法院实习那年，跟着法官开庭，庭审的时候，一个当事人阑尾炎发作了，估计要延期审理了吧？延期用不着，刚巧有2个法官以前是学外科医学的，一看到阑尾炎患者觉得特别亲切。法官说，大家不要慌，肃静。书记员，你和司法警察去把隔壁的调解室收拾出来，我们以前是学医的，刚好手里还有一套手术刀在身边，别说是给你们割阑尾了，一边开庭审案子一边割都没问题。此时直播已经进行了40分钟，张梅然的观看，直播间的粉丝量带来了巨大的提升，有不少粉丝都顺着张梅然的账号点进了直播间。福福老师您好，我是今年应届的法考学生，想问您一下，诈骗罪和盗窃罪要怎么区分？那我再给你讲一个故事吧。张三找了个非常漂亮的女朋友，马上要结婚的时候，聘礼的钱不够，他拿着5万块钱去找魔术师，希望魔术师帮他变成500万。然后呢？魔术师说，这个忙我一定帮，你把钱放到这个箱子里，拿回去7个小时后再打开，打开之前还要沐浴更衣，焚香净手，向西北方向连磕300个头。张三磕完之后，满怀虔诚地打开箱子，发现里面是一叠废纸，上面还写着一行大字，你真傻。太秀了吧，这魔术师应该判个故意伤害罪，故意伤害单身狗罪。直播间粉丝数已经达到了1900多，距离2000还有一步之遥。所以如果受害者客观上有对财物的处分权，主观上有对财物的处分意识，则犯罪嫌疑人转移财产占有的行为触犯诈骗罪。如果受害者欠缺处分权和处分意识中的任何一个，则侵财行为触犯盗窃罪。本案是典型的盗窃罪。我一个学母猪产后护理的，居然听懂了。懂嘞。越来越多的网友涌入直播间，福福也看到了直播间粉丝数2063。丁，任务完成，普法直播间粉丝量突破2000，奖励华夏币加500，法律逻辑能力加200，法律论证能力加50，互评文好感度加10，掉落隐藏奖励，威严加1。威严是什么鬼？直播结束后，我原本想给张梅然发微信，问他打赏的事，张梅然已经给我发来了消息。直播间的打赏算是今天的法律咨询费，我不欠别人人情。正回完张梅然的消息，互评文就打个电话过来。师傅，福福干得不错呀，第一次直播间粉丝就破2000了。师傅，那我还不是怕砸了您老人家的招牌，才在直播间里那么卖力的抖包袱。行了，我提醒你一句，法律不要过度娱乐化，否则惹祸上身。好了，说正事，有个家庭暴力的案子，明天上午得过去调查取证，你要是有时间，跟我一起过去一趟。丁，触发任务，完成家暴案件的调查取证，任务奖励华夏币加200元，证据收集能力加300。触发隐藏任务，家暴案件的当事人中混入了一名毒枭，手上有15条人命，请找出他，并协助警方抓捕。隐藏任务奖励黄金宝箱1个。我是个普通人，面对毒枭，为了黄金宝箱，豁出去了。怎么不说话了？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完全没问题。那明天上午的调查取证，去，必须去。黄金宝箱，我来了。渣女前女友联合奸夫诬陷我，不料自食恶果。晚上我洗完澡出来，听到客厅里有轻微的响动声，出来就看到了客厅里鬼鬼祟祟的鲤鱼。你在做什么？鲤鱼眼底飞快地闪过一抹狠毒，再抬头，楚楚可怜地看着我。我过来把你公寓的钥匙还给你，你不喜欢，我这就走。鲤鱼把钥匙放在茶几上，拿上他以前放在这里的生活用品。他离开后，我在公寓里仔仔细细地检查了几遍，最后在厨房的隐蔽处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黑色包裹。我拉开包裹拉链，只觉得脊背发凉。都已经分手了，可是你们2个居然想害死我！
那就看看死的会是谁。第二天一早，公寓的门被敲响，我打开门，门外是律所主任陈楚义和2名警察。来的还真快，你来干什么？警察同志，就是他，蓄谋敲诈勒索我50万。这位先生，我们接到陈楚义先生的报案，请你配合调查。夫妇，你敲诈勒索50万，数额特别巨大，要判10年以上啊！丁，触发任务，化解危机，让陈楚义付出代价。任务完成奖励，陈楚义直播窜稀。任务失败惩罚，监狱踩缝纫机10年。这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真行！夫妇，敲诈勒索50万，要判10年以上啊！他嗓门大，话音落下，公寓楼里的邻居哗啦啦的跑了出来。这栋公寓住着律所的小实习生，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陈楚义是律所的一把手，律所主任，众人哪怕心存疑虑，也纷纷帮着他说话。真没想到夫妇是这种人。陈主任对他不薄，喂不熟的白眼狼。这种人也配做律师，就应该吊销他的律师证，让他滚出律师圈。你给我的支票根本取不出钱，要是你不给我50万，我就告诉所有人我们的关系。谁和你说这张支票取不出钱的？福福说这张支票是假的。你这个蠢货！我入赘进我媳妇家，靠着他家的势力才走到的今天。要是被老婆知道，那一切就全完了。好了，我的宝贝，只要你肯帮我把福福送进监狱，我就给你那50万。我从无害人之心，无奈有人不肯放过我，那我也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我最恨别人冤枉我，你们调查吧，清者自清，我会配合。是啊，警察同志，年轻人难免一时冲动，我愿意谅解。呀，陈主任这是转行啊，不做律师，改做法官啊？你什么意思？怎么无凭无据的？你说我敲诈勒索，我就是敲诈勒索了。定罪量刑不是法官的工作吗？难不成你说句什么司法机关都要遵从？这么牛，真让我佩服啊！你给我闭嘴，胡说八道！这就生气了。不过也对，忠言逆耳嘛。你听不得别人说实话，我理解。陈先生，你也是个律师，说话要讲证据的。你别转移话题，顾左右而言他，影响警察办案。夫妇先生，今天早上我们接到陈先生的报案，陈先生说您逼着自己的女朋友李玉小姐去向陈先生索要50万，如果陈先生不给，你就要造谣，诬陷陈先生婚内出轨和你的女朋友有染。故事编得不错，我有证据。于是陈楚义拿出手机播放了一段录音。陈楚义，你今天必须马上转给我50万，我要看到50万的到账消息。如果你不给，我就告诉你们律所所有人，你婚内出轨，睡了我，还1分钱都不给。你要是不想声名狼藉，在律师圈混不下去，就识相点，不给钱，我让你滚出律师圈。陈主任，对不起，是福福逼我的，他逼我问你要50万，我要是拿不回来钱，他会打死我的。他还用菜刀指着我，逼我脱下所有的衣服，拍下那种照片。如果我拿不回50万，他就要曝光我的照片。求求你了，陈主任，你就给我50万吧。2段录音播放完，众人炸了，纷纷后退，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个穷凶极恶的杀人犯。用那种照片威胁自己的女朋友去勒索别人，畜生！巧了，我这儿也有一段录音。福福，我们分手吧。为什么？你1个月2000不到的工资，没房没车，我想要个爱马仕你都买不起，窝囊废。我陪陈楚义1夜，他就给了我50万。陈楚义脸上一片铁青，他怎么会把分手的对话给录了下来？1晚上就给50万，陈主任真是大手笔。不过白嫖是不是不太好？原来李玉去问陈楚义要的钱是他卖身的钱，根本不是什么夫妇勒索的钱。平时衣冠楚楚，人模狗样的，可是却撬别人墙角，还贼喊捉贼。哎，摊上这么个上司，摊上这么个女朋友，真倒霉。我还有一份证据。律所主任诬陷我，反被打脸当众出丑。接上集。我还有一份证据。卧槽！于是陈楚义拿出一摞只打印的微信聊天截图。警察同志，福福和李玉从小就认识，10几年前，福福就逼着李玉去勾搭其他有钱男人，玩仙人跳赚钱给他了。这些聊天记录，李玉当年就截图保存下来，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够让恶人得到应有的惩罚。这是很严重的犯罪啊！警察同志，福福做出了这种伤天害理的事，罪恶深重，必须要让他付出代价，为他的行为负责。看着那一摞证据，
我笑了，真不明白陈楚义做了这么多年的律师，是怎么拿出这些漏洞百出的假聊天记录当证据的？你刚才说这些聊天记录是12年前截图保存下来的？对，你还有什么想辩解的？12年前的微信版本可没有吃瓜和捂脸哭这2个表情包，可是你的聊天截图里为什么有？这话一出，在场的人有不少都是律所同事，盯着陈楚义的脸色瞬间都是质疑。刚才是我诈你的，好吧，那我说实话，这些聊天记录是昨天李鱼来找我坦白一切的时候用技术手段恢复出来的，是昨天的聊天记录，是昨天的。可是你这些截图里，我的微信头像是我12年前用的卡通头像，如果是昨天截的图，那显示的应该是我现在的头像啊，穿律师袍的工作照啊。卧槽，轻敌了！按理说，一个刚进律所的愣头青小情人，遇到事情不是应该毛手毛脚、惊慌失措，因为被冤枉受委屈而大吼大叫吗？警察同志，其实这些证据都是次要的。昨天李玉贵在我面前要那50万，说拿不到钱福福会杀了他，曝光他隐私。我刚好有50万现金，一时心软才给了他。要是能在福福家里搜出那50万捉人拿赃，真相就水落石出了。那要是搜不到呢？不可能，要是搜不到，我愿意坐牢。好啊，诬告陷害罪，3年以下哦。警察同志，不用搜查令，你们搜吧，我可以书面表示自愿接受搜查，支持你们的工作。我见过的案子多了去了，像福福先生这样坦荡的，8成是被冤枉的。2名警察进屋仔细搜查了一番。陈先生，在福福先生的公寓内并没有搜到50万现金，整个公寓不到20平米，根本没有个能藏东西的地方，更何况是50万的巨款。这不可能，那可是整整50万，瞒着家里那个母老虎，偷偷攒了很久才攒出来的私房钱，怎么会凭空消失？众人看着陈楚义的模样，神色各异。根据刑法第243条，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警察同志，我说的对吗？福福，我还有2个儿子，1个女儿，你忍心让他们有个罪犯父亲，被人指指点点的戳脊梁骨吗？福福，陈主任已经知道错了，他就是跟你开个玩笑。是吗？拿法律开玩笑的罪名，我可不承认。警察同志，希望你们可以还我一个清白，秉公执法，捍卫法律权威，维护法律正义。完了，全完了。身为一名律师，陈楚义比任何人都知道，接下来等待他的是什么。陈先生，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吧。丁，任务完成，成功化解危机，让陈楚义付出代价，奖励陈楚义直播窜稀。陈楚义被2个警察带着下了楼，楼下有好几个拿着长枪短炮的记者。陈楚义为了让我身败名裂，特意叫来了好几家的媒体记者。好什么？我要去测。看到这一幕，媒体记者都疯了，扛着摄像头疯狂抓拍。这也太精彩了！头条新闻这不就有了吗？年薪近千万的大律师直播窜稀。